你说把我的楼盖起来。这天机堂要抓你，又不是要伤我的楼，没必要躲得这么严实。是。干嘛？不带。干什么了？孟荒啊，我们呢不是坏人，我呢是接了裘医榜来给你们家主人看病的。你们既是郎中，干嘛打扮成这样，还鬼鬼祟祟的？顺路采药，带上这个能避蚊虫，麻烦帮我通报一声，就说李莲花求见。放肆！阁下可是那活死人肉白骨的神医李莲花？正是。啊，幸会。这位呢是我的帮手。巧了，在庄上正好有几位神医的同行，神医可以与其饮茶，聊聊医术。哦，好，那就有劳了。两位里面请。常闻金满堂金员外藏宝无数，常年居万人册江湖富豪榜前10，今日得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谬赞了。哎，你别跑！关侠医，他舌淡苔白，上吐下泻，分明是脾胃虚寒之症。待我给你酒上一下，立刻就好。关侠医，小人的病好了，真的好了。您从昨日救到现在，小的快被您烤熟了。平日旁人求老夫看病施药，尚且无门。今日老夫心情高兴，看你面色清白，呼吸气弱，料想这腑脏之内必有气阻，所以主动出手替你悬丝把脉。怎料尔等稚子如此不识相。原来是有药无门，供养无门老前辈啊！失敬，失敬。在下李莲花，方才呢有些猝不及防，还望前辈见谅。李莲花，你就是那个传闻中能医死人肉白骨的莲花楼楼主李莲花啊？这看上去就平平无奇嘛。哼，我只是略懂一些粗浅的医术罢了。这位便是江湖人称乳燕神针的侠医关和梦。哦，这原来是关兄啊！起死回生的医术我还没见过。李莲花，我们俩比试比试，看谁的医术更厉害。就治他了。哎，哪来的小哑巴？好没礼貌！小哑巴，你是不是李神医跟班啊？人神医还没出生呢，关你什么事儿啊？你个哑巴话还这么多！我看不懂你在比划什么。哎，肃静雅正，关兄莫生气。这位呢，只不过是我的帮手，初入江湖，不太懂规矩，你也别放在心上。改日闲下来之后，定向关兄请教。还是李神医温润有礼，只是啊，你这个小跟班，真得好好调教调教。关兄说的在理，就不要和他一般见识了。无法。这位便是阎王鬼见愁的鬼愁一手简凌霄。嗓子没什么毛病，只不过体内有一股暂时被压制住的罡气，既非病不可医，倒是多说说话，能帮你疏解点罡气。啊！你个老狐狸！肃静雅正，原来不是个哑巴呀，那还挺可惜的。回头找你算账。诸位名医神医欢聚一堂，我元宝山庄真乃蓬荜生辉呀！你就是金满堂，正是在下。
这听闻金员外身染重疾，才广招名医，但今日所见，金员外身如红钟，容光焕发，这也并不像得了病的样子。实不相瞒啊，在下请诸位前来，确实另有他事相求。